大家好，很高兴今天给大家做一次关于教育业的分享。今年初呢，我开始接触教育业，到今天为止1年整的时间，我接触到了很多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正在越来越焦虑地给孩子们安排一个清单式的人生。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要练习早教，从会说话的时候就要开始学画画、思维、乐高、跆拳道、舞蹈等等等等。小学开始呢就更丰富了。我们跟学员聊天的时候，很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孩子们的寒暑假档期啊，往往在2个月到3个月之前就被以按天为时间单位安排的差不多了。那么家长朋友们常常跟我们说，我不需要孩子成为哪方面的专家，但也得会点什么。可是就是这一句会点什么，这种正当型的育儿方式，其实正在阻碍着孩子们个人特质的培养。当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思考我们有没有对孩子们的人生有足够的参与度，对孩子的教育有没有完整的规划的时候，其实这样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我们常常会过度的焦虑，导致关注孩子每个成长的细节，让孩子觉得没有父母的引导就很容易跑偏啊。我们也会觉得孩子的人生，如果我们没有在每个地方都把关的话，孩子也容易跑偏。那么从兴趣爱好到为人处事，到进入一个更好的学校，到在这个学校里进入一个更好的班级，是不是参加一个核心的社团？那在这个社团里，是不是要竞选社长？再然后如何进入一个名牌大学？再到安排一个更好的、更合适的工作？我们的孩子已经习惯了过这样一个清单式的人生：考试第1名完成，升学完成，竞选完成，就业完成。那下一步呢？清单式的人生规划会导致的情况就是，孩子成人之后，我们都知道，很多应届毕业生在第一份工作里会遇到一个很普遍的状况：一进入工作单位，等待领导给的任务清单，就像他10几年的清单式的学习习惯，布置作业，完成作业，想着一件一件一件的去完成工作。可是这个工作清单根本就不存在呀。而在如今的工作气氛里面，想要获得机会，一定是那个会思考的人，会是那个想着如何替老板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面对工作问题来临的时候，想着一定会有人去完成的人。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是那个想着改善工作内容的人，跳出流水线解题思路，去撸起袖子去想解决方法的人，那个才是有机会的人。我们都很清楚这件事。那么在这里，我们引入一个关键词，叫信念感，引申出来就是自我能效感。我们要给孩子一个更快乐的人生，让他学会去思考、去尝试。在我的观察视角里面，我们的孩子更多的真实的情况是，很多孩子午饭、晚饭更多的是在移动的交通工具上面完成的。家长在外面报班的时候，一看到什么诸如脑前庭区域开发之类的词，立马就变得兴奋。孩子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家长们问的就是今天考试成绩怎么样呀？那么这样下去，很容易形成孩子低信念感的思维模式。信念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人看见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成果而建立起来的，并不是根据别人给的任务清单完成度来的。那么接下来再说说我自己。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理工科家庭，父母都是学机械学科的传统技术类从业者。在我那个年代，父母给我的清单就是学好理工科，从此就业道路都比较宽。唱歌跳舞这些艺术事业，在我的家族里面几辈人都没有出现过，唯独出现的一个呢，就是知识青年属性有一点点强的我的妈妈，常常在家里面放一些摇滚歌曲。我记忆很深刻的就是田震的《野花》。妈妈可能也没有刻意的去引导我去喜欢，只是自己想听的时候呢，播放一下。我站在30岁的今天往回看我的童年教育轨迹，其实很多都记不大清了。学过的乐器大多半途而废，书法呢现在已经换成了键盘打字，唯独有一件事到今天都记得很清晰。事情是这样的，我记得是小学1年级，我和另外2个女同学在学校的舞台上面表演唱歌。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很流行的那首《快乐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再害怕。那么表演前5分钟，我发现原来带的卡带出了问题，那么我们3个女孩就开始干唱，唱得很糟糕。这个回忆非常微妙，
兴奋中带着一点恐惧。而这个回忆之所以到今天还很清晰的原因是，到今天为止，我都无法求证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小时候的梦。因为小朋友嘛，大部分都不太清楚是幻想还是现实。那么说这个故事是在我30岁之后研究了一些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书籍，我在自我剖析的历程里面发现，我像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一样，我喜欢表现，我喜欢唱跳，同时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小朋友一样，我非常担心在人前出错。30岁了，我才发现原来我喜欢的不只是数理化，我也并不喜欢当班长。虽然这2件事情后来的确在我的成长路上确实发生了。那么念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有了我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仿佛开了智一样。我喜欢有意思的传媒，于是跑去山头扛着机器和老师们去拍微电影。我离开了学习理工科的同学的大部队，来到了媒体单位。我做到了。我发现我很喜欢戏剧，于是我离开了我的同事们的大部队，离开了上班族，去南京最好的学校去学习戏剧。我也做到了。再后来，我又发现其实就是一个普通青年，非常做作，喜欢流浪。所以25岁之前，我去了世界各地去做了潜水员、咖啡师、跳伞员，我都做到了。再后来，我发现我想尝试自己解决问题，我开始自己创业。那么现在还在努力之中。18岁以前呢，我印象中的成功仿佛就是分数再高一点，考的学校再好一点， GPA 再高一点，工资要比家里的兄弟姐妹们高。可是事实上来说，我现在积累的信念感都是在我18岁之后做的一件一件事情去建立的。一条路走不通，就尝试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路。每一次的即兴穿梭，我都有勇气做到了，失败我也接得住，就是其实没什么大不了。这才慢慢探索出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运转的，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所以回头想想，说不定某个下午收音机里面播放了《野花》，改变了我人生的路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家人的爱，也是我今天想讨论的核心内容。不是每个爸爸妈妈都能轻易的接受30岁的女儿去抛弃稳定的工作，用应该结婚生子的时间去试错，去寻找所谓的信念感。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母亲，在这种时刻呢，在我有一些奇奇怪怪想法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反驳我，亦或是引导我去一个他们认为对的方向，都在跟我说你开心就好。角色转变，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能做到像他们这么淡定的说你开心就好吗？所以不妨我们大伙儿在下班的时候，我们看着我们的宝贝回家，先放下手机，看着他们的眼睛，充满喜悦地问他你今天怎么样？就像他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看他第一眼那个喜悦的眼神一样。他说我今天午饭吃了什么？我们想听的当然是你今天的成绩怎么样，但这个时候还是要忍住，顺着他的话往下聊下去。午饭好吃吗？让他感受到被关注。这也就是说，我们一起去撕碎那张清单吧，别再过度的引导孩子去所谓更好的未来。我们需要让他们去犯错，去尝试，去归纳，去思考，去规划，去决定，去做梦，去体验。我们的工作并不是把他们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支持他们成为更辉煌的自己。谢谢大家。